注意看，厄爾尼諾越來越強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2026會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嗎？今年以來，全球多地持續遭遇高溫熱浪。與此同時，一個更加值得關注的消息傳來，多家氣候機構最新預測顯示，赤道太平洋海溫正在快速升高，厄爾尼諾持續發展。部分預測認為，它有可能發展成為一次強甚至超強的厄爾尼諾事件。消息一出，一個問題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：2026會不會成為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呢？估計很多人第一反應是，厄爾尼諾越來越強，地球當然会越來越熱。但事實真的這麼簡單嗎？其實，厄爾尼諾確實會讓全球平均氣溫進一步升高，也會增加熱浪、暴雨、乾旱等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。可是，它並不会憑空制造熱量啊！真正讓科學家擔心的，也不是厄爾尼諾本身，而是當它與另一個已經持續了100多年的變化相遇時，會不會產生一種1+1大於2的效果？那麼，你知道厄爾尼諾究竟是什麼嗎？它為什麼會影響整個地球的氣候呢？如果它真的越來越強，又會給2026年帶來怎樣的變化呢？今天我們就從這個問題開始，一層一層來揭開答案，看看今年到底有多熱。很多人都聽說過厄爾尼諾，可真正知道它是什麼的人並不多。有人把它理解成一種風暴，有人認為它是一股暖流，甚至還有人以為它就是全球變暖。其實這些理解都不準確。嚴格來說，厄爾尼諾並不是一種天氣，也不是一種災害，而是一種發生在赤道太平洋的海洋和大氣共同變化的自然现象。听起來有點抽象，我們不妨把整個赤道太平洋想象成一個巨大的水池。正常情況下，赤道附近常年吹着穩定的信風，這股風像一雙無形的大手，不斷把表層溫暖的海水推向西太平洋。於是，西太平洋積累了大量暖海水，而東太平洋附近深層較冷的海水則不斷湧上海面。這樣一來，整個太平洋就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循環。它不僅維持着海洋溫度的平衡，也影響着全球大氣環流。可是，當厄爾尼諾開始形成時，這套循環會逐漸發生變化。首先是信風減弱了。失去了風的持續推動，原本堆積在西太平洋的大量暖海水開始慢慢向中東太平洋擴散。與此同時，東太平洋冷水上湧明顯減弱，海面溫度不斷升高。隨着海水越來越暖，海洋開始向空氣釋放更多熱量和水汽，而空氣的變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削弱信風，讓更多暖海水繼續向東擴散。海洋影響大氣，大氣又影響海洋。兩者互相促進，不斷加強，這就是科學家常說的海氣耦合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一次原本發生在赤道太平洋的海溫變化，最終卻能夠影響全球許多地區的天氣。這裡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：厄爾尼諾並不是一種罕見現象。自有現代氣象記錄以來，它平均每2到7年就可能發生一次。絕大多數厄爾尼諾都會在1年左右逐漸減弱，並最終結束。真正讓科學家高度關注的，並不是有沒有厄爾尼諾，而是這一次它會發展到什麼程度。因為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，厄爾尼諾通常可以分為弱、中等、強以及極少出現的超強等級。等級越高，对全球氣候造成影響的可能性通常越大。而最新觀測顯示，2026年這次厄爾尼諾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，海溫持續升高，海洋和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在不斷增強。這意味着它已經不再只是一次普通的海溫波動。也正因如此，全球多個氣候機構都開始密切關注它未來幾個月的發展趨勢。可問題也隨之而來，為什麼每當科學家提到強厄爾尼諾甚至超強厄爾尼諾時，全世界都會變得格外緊張？難道過去真的發生過什麼嗎？答案是有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如果你去翻看現代氣候記錄，就會發現，每當一次強厄爾尼諾出現，全球天氣往往都會變得異常活躍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並不意味着所有極端天氣都是厄爾尼諾造成的。天氣和氣候本來就受到多種因素共同影響，但是厄爾尼諾會改變全球大氣環流，從而提高一些地區出現極端天氣的概率。而歷史上有2次厄爾尼諾，至今仍被氣候學家反覆研究。第一次是1997年至1998年的超強厄爾尼諾，
這是現代觀測史上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之一。那一年，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異常升高，全球大气環流發生明顯調整，世界多地接連遭遇極端天氣，有的地区持續暴雨，引發嚴重洪水；有的地區卻長期乾旱，森林火災頻發，農業、漁業、交通和基礎設施都受到不同程度影響，全球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美元。很多科學家後來回顧這次事件時，都認為它讓全世界第一次真正認識到，一次發生在赤道太平洋的海溫變化竟然能夠影響整個地球。18年後，歷史再次重演。2015年至2016年，又一次超強厄爾尼諾出現。這一次，它不僅延續了強厄爾尼諾的典型特徵，還與長期全球變暖背景疊加，使全球平均氣溫再創新高。2016年也因此成為當時有现代气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。這裡需要特別強調一點，很多人看到這裡就會得出一個結論：既然2016是超強厄爾尼諾帶來的，那麼只要再次出現超強厄爾尼諾，新的最熱記錄就一定會誕生。事實上，這種理解並不準確，因為厄爾尼諾真正做的並不是創造熱量，它更像是打開了一扇門，把原本儲存在海洋裡的部分熱量更快地釋放到了大氣中。真正值得關注的是，這扇門後面的熱量倉庫如今已經和20年前不一樣了。過去幾十年，在全球變暖的背景下，海洋不斷吸收來自地球能量失衡所積累的多餘熱量。根據科學觀測，地球系統新增熱量中的絕大部分都進入了海洋。也就是說，如今的海洋比1997年更暖，比2015年也更暖。這意味着，一旦再次出現一次強厄爾尼諾，它所面對的將不再是20年前那個溫度正常的海洋，而是一個已經積累了更多熱量的海洋。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科學家越來越關注一個現象，他們真正擔心的並不是厄爾尼諾本身，而是全球變暖與強厄爾尼諾相互疊加之後，會不會進一步提高刷新全球高溫記錄的概率。看到這裡，也許你已經發現了，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厄爾尼諾會不會來，而是另一件更關鍵的事情：這一次它到底會發展到什麼程度？如果只是一次普通厄爾尼諾，影響可能相對有限，但如果最終發展成為一次強甚至超強厄爾尼諾，情況又會有什麼不同？這也是全球氣候機構目前最關注的問題。那麼，這一次厄爾尼諾究竟發展到了什麼程度？從目前全球多個氣候機構發布的監測結果來看，一個共同的信號正在出現：赤道中東太平洋正在持續升溫。不僅海表溫度不斷上升，海面以下數百米的海水也積累了大量熱量。與此同時，西太平洋信風減弱，海洋和大氣之間的相互作用正在不斷增強。這些跡象都說明厄爾尼諾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，也正因為如此，不少預測模式認為它有可能繼續增強，並在未來幾個月達到一次強厄爾尼諾事件的標準。這裡需要說明的是，預測並不等於已經發生。氣候預測不像天氣預報，它面對的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地球系統。海洋、風場、大氣、水汽，甚至火山噴發和太陽活動都可能影響最終結果。因此，沒有任何一家權威機構能夠提前斷言2026一定會成為史上最熱的一年。那麼，科學家究竟在擔心什麼？答案其實只有2個字：概率。如果把全球氣溫看成一次又一次掷骰子，那麼全球變暖就像不斷把整個骰子的數字整體往上抬，而強厄爾尼諾則像是在這個基礎上又額外推了一把。它不會保證每一次都刷新記錄，卻會讓刷新記錄的機會明顯增加。這也是為什麼近幾十年來，全球許多最熱年份都出現在厄爾尼諾發展或結束後的階段。因為海洋釋放出更多熱量，大氣獲得更多能量，全球平均氣溫就更容易達到新的高點。但真正讓科學家更加關注的是另一件事兒：如果把時間拉長，你會發現，如今討論的問題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。20年前，人們討論的是會不會出現新的高溫記錄。今天，人們討論的是新的記錄還能保持多久。過去，一項全球高溫記錄可能保持很多年，而近幾年，記錄被不斷刷新，間隔越來越短。這背後反映的並不是一次厄爾尼諾，而是整個地球正在一個持續變暖的背景下運行。
也就是說，阿爾尼諾決定的是今年有沒有機會衝得更高，而全球變暖決定的是整個基準線一直在抬高。這也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地方。如果沒有全球变暖，即使發生厄爾尼諾，它也只是一次自然氣候波動。如果沒有厄爾尼諾，全球變暖依然會繼續，只是升溫可能不會那麼劇烈。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兩者疊加，全球变暖提供了不斷升高的底座，厄爾尼諾則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把全球氣溫推向新的峰值。所以，回到開頭的問題，2026會不會成為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？截至目前，沒有任何科學機構能夠給出確定答案，因為未來幾個月，阿爾尼諾究竟會增強到什麼程度，持續多久，以及海洋、大氣、太陽活動等因素如何相互作用，都還存在不確定性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在全球持續變暖的背景下，一次強厄爾尼諾確實會提高全球刷新高溫記錄的概率。對於地球來說，無論炎熱還是寒冷，它都經歷過。46億年的演化歷史中，它見證過比今天更熱的時代，也經歷過幾乎被冰雪覆蓋的歲月。所以，我覺得真正需要適應這些變化的，從來不是地球，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文明。那麼，你覺得呢？歡迎把你的觀點寫在評論區，我們一起討論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